当外国人教大家健身。2. 健身锻炼身体一定要去健身房吗？一定要专门到一个地方去锻炼吗？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健身房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地方，你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什么在家里面效果比较不错的训练、锻炼身体、健身的方式呢？今天 Marky 作为一个健身锻炼很长时间的一个人，要给你们分享一下，在家里面可以做哪一些动作，可以怎么去锻炼一下身体。但是首先我想听一下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，你们的意见是什么？你们希望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去锻炼、去运动，还是说你们更喜欢在家里面，在熟悉的环境、没有别人的情况下去运动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如果你还不认识我，那没关系，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视频。我的名字叫 Marky， 我就在中国，在四川成都。今天我就想给你们分享一下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运动的体系和常规，然后再给你们表演一下，在家里面如果不出门的情况下，可以做哪一些效果比较不错的动作。如果你们准备好了的话，那咱们就直接开始。朋友们，没错，今天 Marky 又来了。我今天早上已经去锻炼了一下，已经完成了今天的运动任务。然后这2天我就准备给你们多分享一些关于锻炼和健身和运动的知识。在上一期视频，我给你们介绍了几个在健身房里面比较好的、效果不错的动作。如果你们还没有去看的话，那现在赶紧的先去看一下。毕竟在健身房里面练肯定是效果最好的一个方法。但是当然 Marky 也晓得非常多的人要么就是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去健身，去一个专门的地方，要么就是觉得太麻烦了，太浪费时间了，还得过去，还得回来，要么就是觉得哎呀，健身房里面很多人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不想被别人看到，我就想在家里面锻炼。如果你是这一群人，或者说你刚刚从国外回来，然后现在在隔离，没有办法出门，或者说你住的这个城市出现了一些新冠肺炎病毒，然后你们现在在封城，在家里面隔离，那你们就可以继续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个分享。因为今天我就会给你们分享一下，在家里面如果不出门的情况下，可以做哪一些动作，然后尽量的不要用到任何的工具，因为我也知道有时候你们可能不太方便卖，所以说我们用的全部都是我们身体的力量。如果你们准备好了，那咱们直接开始今天的训练。我还是从身体的下一侧开始，第一个动作，咱们练我们的腿。我知道在上一期视频我已经说过，特别多的朋友们他们都不太喜欢练腿，因为特别辛苦，特别痛。但是腿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。咱们开始吧，这是一个深蹲，但是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，就拿你的身体的重量，把你的手放到这边，然后直接蹲下去，蹲到大概这个位置，然后可以在这边保留1到2秒钟，然后又上去啊，然后继续做，可以做慢一点，也可以做快一点，然后整个身体都要动，你要感受到你的腿上面的压力，你的腿上面的肌肉开始动啊，然后可以做10做，开始的时候做少一点，后面可以做多一点。那么第2个动作，我们练一下我们的腹肌，跟上次这个动作其实是很像的，一模一样的，在家里面也可以做，因为不需要用到任何的工具。如果你们家里面有毯子，你们可以用一个毯子，会比较软。Marky 家里面没有毯子，所以咱们就这样正常的做一下。
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腿要直，然后放回来，你们的手到这个位置就会比较简单，然后回去啊，但是一定不能把你们的脚、你们的腿放到地上，一定要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。这个动作可以做很多个，开始的时候你做20-30个，后面你习惯了之后，你做50个都可以。因为腹肌它是一个不太需要很大的重量的一个部位，但是它需要做很多的很多次。腹肌练完了之后，那咱们来看一下胸肌，其实在家里面也比较好练，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也只能用到你们身体的重量。哈哈，你们看这个效果已经开始出来了，马克已经开始全身热了，已经快出汗了，所以我把这个衣服脱了，然后咱们再做一下这个胸的训练。你们可以找一个稍微比你们身体高一点的地方，这是一个柜子，然后这样把你们的手放到你们身体的外侧，然后就下去到最下面的时候，然后再上去，下去，上去，这个动作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，这个也可以做多一点，因为这个重量非常低，所以就做多一点。这个也一样，可以做的比较慢，在这边停一下，再上去。这个也可以做得很快。这个动作最好也做20个或者更多，因为你们对这个胸来说，这个压力不是很大的，所以动作可以做很多次了，这样效果会好一点的。因为马克今天已经练了，所以我开始已经慢慢有感觉了，挺好的。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手臂分成2个地方，一个是2头，一个是3头。第一个动作，咱们来找一个2头的动作，这个还不好找，在家里面，因为它的动作是这样的，需要这样做，所以在家里面没有什么非常适合的。但是我这边有一个东西，是像一个绳子一样，然后它非常适合在家里面做一些训练和运动。你们看，我用这个绳子把它放到地上，然后把一个脚踩到上面，然后用我的手这样拿着，然后往上面拉，这样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2头就开始工作了啊 ，yes， 然后这个动作也可以做多一点，毕竟这个重量也不是特别大。那么2头练完了，咱们还有一个后面的这个3头肌。这个其实在家里面非常好练，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动作，又能练到你的3头肌，又能练到你的胸肌。你们看一下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你们有要找一个比你们自己稍微高一点的东西，然后把你们2个手这样子的放上去，这样你们就有一个把握，然后把2个腿放到前面一点，然后就开始下去。你们看，这已经出来了3头的这个感觉，然后你们整个身体要往下去。然后又上来，然后这样继续做10次到15次，因为这个还是有一点难度。然后你们会感觉到3头还有这个地方的胸肌都在工作。我的朋友们，现在已经练到身体的大部分的地方，练到腿了，练到腹肌，练到胸，练到手臂，现在还剩下一个肩膀。练肩膀的话，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绳子，然后你们看一下，还是把绳子放到地上，把脚踩上去，然后这样我们是这样拿的这个绳子，手这样放着，然后就往上拉，然后你们就会感觉到这边肩膀的一个动作。我来近一点吧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样往上拉，哎呀，练完了我们的肩膀，就只剩下了一个动作，那就是练背的。说实话，练背在家里面是最不方便的，因为练背一般都需要用到一些机械，
但是还是有一个动作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虽然说效果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总比没有强吧。这个还是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个绳子，然后你们把它放到地上，把2个脚都踩上去，然后把脚放得比较远，这样它的这个难度会比较高，因为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肌肉，它的力量非常大，然后这样拿着，然后就可以用你们的肩膀把它拉上去，这样就相当于是一个划船的动作。虽然说效果不是非常明显，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到我的后面这个背，它在动作，它在工作。朋友们，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的话，就这几个动作可能差不多是效果最好的。从我的很多年的经验来讲的话，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那就是练完了之后，不管是在健身房练还是在家里面练，一定要吃点东西，要补充点蛋白，补充点能量，不然你如果不吃的话，你天天练得很辛苦，但是你身体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，没有足够多的吃的东西，你还是没有进步，还是没有效果。所以说 Marky 现在已经把吃的弄好了，今天是吃三文鱼的日子，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接下来我就把它吃掉了。今天弄了这个三文鱼，还有一个沙拉，里面还放了坚果，然后还有这个米饭和藜麦。吃喽，这样喽，我的朋友们。然后当然，我刚才开始的时候也说过，其实去健身房里面锻炼，效果肯定是要好一些。但是今天我就给你们分享了几个在家里面可以用的，可以稍微锻炼一下的动作。然后如果说你们要求自己会练得非常大、非常专业的话，那可能后面还是得去健身房锻炼一下。健身和锻炼的计划和系统的话，其实对于每个人都不太一样，每个人适合的运动量的动作都不太一样。所以说，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动作和运动，然后也不要做太多，你可以稍微接受，然后可以坚持下去这样的一个运动量。但是从我的经验来讲的话，开始的时候去健身2到3次一个星期是完全够的，然后还有2到3次一个星期可以做点别的东西，可以去跑步、骑自行车、游泳、去爬山、去练瑜伽、去打球、去打拳，这种运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，非常棒的。那么今天我想挑战一下你们，我的朋友们。平时我挑战自己，今天就给你们了。我想挑战一下你们，你们在家里面去练一下，去试一下，用我给你们看的这些动作，然后你们在评论里面给我说一下，你们觉得做起来非常轻松，还是说太困难了？我非常好奇，对你们来说怎么样？我非常希望我今天分享的这几个知识对你们来说有用。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，我也不想说太多了。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更深度的、更详细一点的问题，你们就在评论区里面问一下 Marky， 我就回复一下你们。上一期视频讲的健身房里面的动作，这一期视频给你们分享了家里面的动作，那么下一期视频我就会给你们介绍饮食方面的知识，可以吃什么，不可以吃什么，要吃多少，什么时候吃，类似于这样话题的知识。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那我非常希望在下一期视频又能见到你们。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个内容和视频，那你们要是可以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Marky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，谢谢喽。